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喜乐，很高兴又跟各位见面喽。这次呢，我们喜乐来开杠呢，要来聊的是呢情绪勒索这个主题呢。很多朋友一听到就想说啊，情绪勒索呢，满坑满谷都是的，我不用听了啦，我很熟啊。传统的方向呢，通常呢是一个被勒索的人，就所谓的受害者的角度来说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被情勒了，我们要怎么样分辨这个东西？再来第二个呢，是如果被情勒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处理自己的情绪？第三个呢，是我们怎么样回应对方不合理的情勒？这个呢，是我们比较主流的，现在市面上的书啊、各种的影片啊，这些内容呢，所谈的东西，我们还是会谈到，但是呢，我们会尽量的简单的带过。再来呢，我要谈的是，因为呢，现在的小孩子都很有自主性哦。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你常常会听到说你在情勒我不想听，他就直接不理你了。很多父母呢，常常听到这两个字就傻眼情勒，我真的在情绪勒索吗？所以呢，我也是会提供呢，怎么样去检验呢，你的沟通方式是否是情绪勒索？如果是，该怎么处理？如果不是，你该怎么告诉对方并没有情绪勒索？因为呢，我并没有做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这不是情绪勒索，这是就事论事。因为呢，有的小孩呢，他只要呢听到他不爽的话，他就说你情勒。其实他也搞不清楚情勒真正的内容是什么。我只要呢，对方跟我沟通的时候，我心里不高兴，就是情勒。他们的判断标准有时候非常非常的阶层非常低，他其实听到他不喜欢的东西，他就不想听，然后用情勒来做借口来把你打回去。现在父母相当的难为啦因为呢，以前呢我们是被我们自己的父母情勒长大的，现在呢这一套呢对自己的下一代呢一点效都没有。你现在是公司老板，然后呢你跟你的员工沟通，或者你是老师，你要教导这个学生或者你是父母要教导小孩，你会发现呢他们都会说你在情勒他，然后不理你，那你会发现你的沟通无效。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转换？希望各位会喜欢这个角度。首先，什么是情绪勒索？情绪勒索呢，就是利用呢3种情绪来要求对方或压迫对方就范的一种沟通方式。那哪3种情绪呢？第一个呢，它利用的是罪恶感，引起你的内疚；第二个是引起你关系断裂的恐惧；第三种呢，引起你的这个责任感、道德感的一种压迫。这个呢听起来有点抽象，所以呢我们常常会听到几个句型我们第一种呢内疚的句型就是我对你这么好，我这么爱你，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最常听到的，不论是在亲密关系或者在亲人的关系当中都常听到，我为你做牛做马，我从小把你拉拔到大，现在翅膀硬了，可以不理我了，我好可怜，引起你的内疚感。然后呢，在工作场合呢，长官可能会跟你说，我这么器重你，我这么在乎你，可是呢，你竟然做出这样的东西给我，哇，这也是一种情勒你会觉得内疚。再来呢，第二个就是关系断裂的恐惧。如果你这样做，你是不爱我，那我们干脆分手算了。你是我的儿子你居然做这种事情，我们干脆断绝关系好了。是不是朋友啊？你为什么连这种事情都做不到？用关系来威胁对方的是第二种，也就是所谓的关系断裂式的威胁。第三种呢，是属于责任感。你是我们张家的一份子，就应该要这样这样这样，你怎么可以没有这样这样这样？我们的公司的员工就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你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我是你的女朋友，难道我不是摆第一吗？你怎么可以这样这样这样呢？用责任感，用义务来套在你身上。所以呢，很简单，不论你是被情勒，或者是你呢在情勒别人，我们都可以用3个角度呢来去检视一下我们是否被情勒了，或者是我们是否正在情勒别人。情勒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你跟对方是有一个比较深厚的关系的。那他拿这个深厚的关系里面的恩情，或者呢威胁这个深厚的关系呢会受到损害，或者呢是这个关系当中的一个责任义务的一个部分呢来要求你。所以呢其实呢情勒它是一种关系勒索，它是利用关系的这个情分来做勒索。所以呢这个是也很好辨认的。如果呢我们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我们动不动呢就是你如果不这样的话我就要去死。如果一个路人说你不给我100万我就要跳楼，你会理他吗？不会嘛，因为你们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呢如果你妈跟你说，如果你
不帮我还这个100万的债，我现在马上要去跳楼，你当然会说好，对不对？好，因为你在乎他嘛。所以呢，情勒基础就是他是你在乎的人，你在乎这份关系，你才这个东西才有用处。如果你不在乎这个关系，当然就没有用哈，情勒就失去作用。这个呢，不管是被勒索的或是勒索别人呢，都可以来检查我们在讲话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用了这个东西。然后我发现呢，华人最爱用情绪勒索。如果我是一个被害者，我该怎么样处理我内在的情绪？关系本身呢，会让我们呢进退两难呢？当然是因为我们重视，我们在乎。可是呢，如果我们的重视跟在乎的程度呢，已经变得有一点点的病态，或者是有点 over 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很容易呢被人家这样勒索。因为呢，人家只要这样讲就有效。那当然他就这样讲咯譬如说男生外遇了，然后那个空无流离说我不会再犯了，我是多么的爱你啊，然后呢你没有想过我们有那么多美好的时光你都忘了吗？然后你心就软掉，就答应复合了，答应原谅他的出轨啊，这不就是情勒吗？只是他的勒索方式是比较柔性，比较阴性，你好像不这么做，你好像是一个坏人，你会觉得有罪恶感。为什么 care 这个连结 care 到很严重的地步，导致呢只要一点点的情勒你就马上就范，你是没有抵抗能力的。所谓的好好先生好好小姐们，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那其实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依附关系有问题，你可能属于焦虑型的依附。所谓的焦虑型依附就是你很害怕跟别人的连结，跟别人关系是断掉的，而且你不相信这个连结是稳固的，你觉得对方一点点也不爽，你们之间的关系就完全会消失。你对这个关系的那个连结本身呢是不信任的，那这个样脆弱的关系里面你很焦虑，所以只要有一点点威胁到你们的关系上的连结，你就会就范。这个时候呢，反而我们要去处理我们的依附关系的这个课题。那这里在心理师那边呢都有相对的应的疗法，各位呢可以去处理可以求助。我们自己内在的内力起来了，我们就比较不容易受到威胁。因为我们知道呢，第一个关系呢的断裂，如果是这么的轻易的话，其实你们关系并不深。如果你们关系非常的深，你也不应该那么害怕关系会断裂。你会对这个关系是有个信任在，你反而不太那么害怕冲突，因为你知道冲突不会真的威胁到关系本身。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要怎么调理自己呢？就是界限的问题。所谓的界限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底线。譬如说呢，最近呢林柏宏事件他的师叔不是说吗？他从小对他那么好啊多么帮助他们啊，然后呢居然他不愿意替他的爸爸还钱。那现在当然现在什么父还子债这种事情呢，已经在这个社会上是行不通的而且他爸爸还在嘛，爸爸去还怎么会跟他爸爸要不到就找儿子要呢？那也是很莫名其妙的。这个地方就常常会有个等号了。你如果不做这些，你就是忘恩负义。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内疚型的句法，有没有？你如果没有这样做，你就等于忘恩负义。你不替爸爸还债，你不配当人家的儿子。这个是一个义务上的等号。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连结有时候是非常的不合理的，他们其实是两件事，但是因为呢你把它都在一起了，然后呢形成一个句法，一种沟通的姿态跟形式来告诉对方，这样子呢就是一种情勒的语言。讲到了这界限的部分，譬如说爸爸负债了，然后呢我是小孩，我不希望爸爸受苦也许他被逼债逼得很痛苦，我们不忍心，我们替爸爸还一部分，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还到哪里就好了。譬如说我就设定一个底线，我就是还多少，超过我就不再帮忙。这个呢，这个界限呢是在保护自己，我要在维持自己的幸福的前提之下呢给予的帮助，而不是呢把我这个人生都毁了然后来帮助父母。如果是毫无底线呢，这就病态。有一个健康的底线呢，这就是正常。所以呢，如果我们是处理自己的内在的，我们要很清楚什么样的线画下去是健康的，什么样的线是不健康的，是病态。如果你有发现，你就要调整那个界限。支撑你这个界限呢，是你是否信任这个依附关系。你的依附关系的问题是否事先处理，我们讲过了，这是内力画界限是技巧，可内力是什么？你的依附关系是否是健康的？你是不是有过度的恐惧？当然这个地方你要去处理。如果你是父母，然后你跟小孩做某些要求的时候，你被说是情勒，
那我们就先来检查一下，我真的是在情勒吗？我是不是用关系在威胁他？我是不是用他的罪恶感来威胁他？我是不是用以爱之名呢来威胁他或者是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那我干脆去死好了。这些呢都是情勒的语言。如果你发现你真的是属于这种情勒的语言的人，那第一件事情你要先解构一个等号，我们这里会有一个等号，你要先把它拿掉。至少要在你的表达上面把这个等号拿掉。因为呢我们会情勒别人，我们最常感受到的感觉是说，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是不爱我。如果你是喜欢某某人，你就不是我的儿子。这个等号其实是很莫名其妙的。譬如说啦，有些朋友呢是同志嘛爸爸妈妈常常会讲一句话说，你去当同志了，那我们家就要绝后，这都是你的错。第一个，当同志就会绝后，绝后就是不孝，不孝都是你的错。这一连串的等号下来呢，就构成了这个我们指责对方，并且呢用来跟对方沟通的语言的架构。如果不帮我去欧洲做那个婚纱摄影，你就是不爱我，就没有把我们的关系当做一回事。这个等号是很莫名其妙的。如果我们发现呢，我们用这种方式来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在映射了什么？我们那个等号是要去检查的。第一个要把这个等号拿掉。如果他没有给我们一个大钻戒，他就不够爱我他不愿意花很多钱在我身上，他就是不爱我。这个等号怎么来？有钱人呢给你包包就真的是爱你吗？这个等号不是很莫名其妙？给你贵重的礼物就等于爱你吗？这个等号是不是来得太快？如果你把这个等号呢变成一种铁则的时候，当然你就会觉得你不被爱，而且你会拿这个来要求对方，那你也认为这样是天经地义的。你没有好好念书，你就不爱我，你就没有报答我的养育之恩。没有好成绩有很多的原因不一定是不孝不一定就是讨厌爸爸妈妈，它这个东西不是有关的，可是我们内在会常常把它连在一起那个连结是很莫名其妙的。我们要去检视它，我们要去剪断这些东西，剪断这些东西的连结，我们才能就事论事，而不是呢莫名其妙把它连起来，然后要求对方来做。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常常是用情绪勒索的语言在对别人的时候呢，第一个要去检讨的是，为什么这个东西是等号？为什么他有小孩传宗接代才是孝顺？他对你再好，每天照顾你，带你去看病，带你去旅游，这些都不算数，只要他没有生小孩，他就是不孝。这个等号会不会来得太夸张了一点？因为没有达成这个，所以所有东西都否定，这不是太夸张？这个等号怎么来？我们要去检查，然后去看到这个等号，把它取消掉。那个连结是莫名其妙的，我们要去仔细的去反思，去检讨，把这个等号的关系减掉之后，我们讲出去的话很自然的不会往这里走。如果我们一直有这种莫名其妙的等号，那当然你讲话就是这样讲，因为你就这样认为你们不生小孩就是不孝，不孝你们就不是我们张家的人，不是我们陈家的人，不是我们李家的人，因为你连小孩都不愿意生，不知感恩。小孩不愿意生，所以等于不知感恩。这个等号都是很莫名其妙。我们呢要一个一个的去破解它，把它剪掉。你可以表达你的想法，就是说我很希望你有个小孩，我内在有一种渴望，我希望有个孙子，但是我也知道我不能勉强你。那我们来看看你不想生小孩的原因是什么，我想理解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出个折中的办法来谈嘛。这个时候这个沟通的姿态总比你说你不生小孩就是不孝，就是不知感恩都下去有效的多。因为现在年轻人不吃这一套，所以第一件事情要减掉这些莫名其妙的等号，把它减掉，分开来之后呢，我们才能就事论事，把事情拿出来，把等号去掉。你不生小孩等于不孝，不知感恩，这些东西拿掉，不生小孩把它留下来。其实你就会发现到说，你希望有孙子，你希望有人拜，可是不代表他不孝，他可能有他的困难，那你就可能跟他谈困难在哪里，他的担忧在哪里，你能够提供他什么样的协助，这个姿态的转变，沟通方式的转变才会有用。不然的话呢，对方最多听得不爽，那不欢而散而已。因为现在年轻人不吃这一套，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例如说小孩子成绩一直不好，第一个等号就是小孩成绩不好就是他懒惰，小孩子成绩不好让我们家丢脸，这些等号都是莫名其妙，先减掉。成绩不好是事实，但是等于让我们家丢脸，这个就不是真的一定是这样。先把这些减掉，减掉完了再去看，这时候你转的语言就会不太一样。
孩子啊，爸爸知道你最近的成绩不太好，所以爸爸有点焦虑，因为爸爸觉得你成绩不好，可能有爸爸的错，是不是爸爸没有好好的陪你做功课，所以你不想念？还是你在这个学习功课的过程当中，你碰到了什么困难？你可以不跟爸爸说，爸爸可以帮你？还是为什么这些课程对你来讲这么不感兴趣？你为什么这么排斥它？有什么样的原因？可以跟爸爸说说看吗？这个时候呢，你的沟通的姿态就不一样了。你的沟通姿态是协助，而不是指控。当我们有这样的姿态的时候，我们的语言就改变了，我们的心境也改变。这个时候呢，沟通就会顺利很多。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咯。如果各位朋友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的话，欢迎按赞、订阅跟分享。如果呢想要得到新的影片通知，请按小铃铛。谢谢各位的观赏，谢谢。